越南究竟是一片美德之地，还是罪恶之邦？还是说它其实是一个独一无二、无法简单定义的存在？真相就隐藏在我们即将展开的故事里。准备好了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深入探索这个被称为亚洲最奇特的国家——越南。当你第一次踏上越南这片土地，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让人瞠目结舌的街头景象。密密麻麻的机车如同鱼群般在道路上穿梭，喇叭声此起彼伏，但人们却如入无人之境般自由穿越马路。街边小贩挑着扁担，头戴着传统的圆锥形斗笠，吆喝贩卖着各种让人食指大动的小吃。一股混杂着鱼露香气与炭火烤肉的味道扑面而来，让你恍然觉得自己走进了一座巨大的露天厨房。这里的日常生活看似混乱无序，却自有一套神奇的秩序。短短几分钟，你已深刻感受到越南的与众不同。越南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充满矛盾，它既熟悉又陌生。街上行人的面孔与中国南方人颇为相似，可街头招牌上却满是用拉丁字母拼写，让外人难以辨识的越南语单词。耳边响起的是柔和而多声调的语言，就像中文一样有声调，但节奏和发音又完全不同。在河内古老的庙宇门额上，你能看到熟悉的汉字题字，走几步却又遇到法式风格的咖啡馆含悠扬的钢琴声。这个国家仿佛一块文化的拼布，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在此交织，形成了难以复制的奇特风貌。走在河内的街头，你或许会有穿越时空之感。古色古香的文庙里仍供奉着孔子，红墙碧瓦间可见汉字牌匾，让人仿佛置身中国古代的书院。然而出门转个街角，法式建筑的剧院和教堂赫然眼前，街旁咖啡香气四溢，这又将你拉回殖民时期的法属印度支那。再往前走，高楼林立的现代商场和摩天大楼出现了，玻璃帷幕映照着霓虹，人潮中夹杂着观光客的欢笑与时髦越南年轻人的身影。越南的真实生活就是如此，充满反差却又和谐共存。历史的印记与现代的脉搏一同跳动，每一步都让人惊叹。这片土地的故事要从传说开始说起。相传远古时代，一条神龙下凡与一位仙女结合，生下了100个卵囊，孵化出100个孩子。这便是越南人自称龙的传人的由来。虽然听起来与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龙之传人的说法遥相呼应，但越南这个神话透露出他们对自身起源的独特骄傲。他们相信自己拥有龙与仙的血脉，与众不同。或许正是这份与生俱来的自信，支撑着越南民族在此后漫长的历史中，面对各种强大邻居的压力而不曾屈服。翻开史书，越南的早期历史与中国紧密相连。2000多年前，越南北部地区曾是中国汉朝的一部分，历经近千年作为中国的藩属。汉字文化、儒家思想深深地渗透进越南古代社会。至今河内古城的皇宫遗址和庙宇石碑上仍能见到汉字刻文。然而越南民族并没有因此失去自己的声音。公元1世纪时，传奇的曾氏姐妹率领越南人起义，敢于向东汉帝国叫板。尽管最终起义被镇压，但他们被后世尊为民族女英雄。这股不愿被征服的精神此后一次又一次浮现。在10世纪时，吴权将军在白藤江大破南汉水师，终于结束了将近1000年的外来统治，建立了独立的越南王朝。可以说，越南人的反抗意志与求生毅力早在古代就奠定了基调。无论面对怎样的强权，他们总能在绝境中寻找机会逆袭。此后数个世纪里，越南人在夹缝中求存，一方面向北学习中华文明，吸收科举制度和儒家礼教，另一方面又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化。他们把汉字加以改造，创造了字南来书写越南语，用汉语诗词的格律写出属于自己的诗篇。越南帝王既尊奉中国皇帝为宗主以求和平，又常常自称南方天子来彰显自主。这种既依存又对抗的复杂关系，使越南文化在似曾相识中又处处透露着不同。比方说，在生肖文化上，越南与中国都有12生肖，但偏偏就把兔子换成了猫。每逢中国人过兔年，越南人过的却是猫年。或许正因为长久以来在大国阴影下求存，他们格外珍视属于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哪怕仅是一只生肖的差异，
都在宣示着我们和你们不完全一样的坚持。16世纪以后，西方殖民者的船只来到东方，越南再一次面临巨大的外来冲击。19世纪中叶，法国将越南沦为殖民地，纳入法属印度支那版图。异族的统治带来苦难，却也意外地为越南注入了新元素。法国人在这片土地上修建欧式建筑，兴办现代学校和医院，也将天主教传入越南。最具影响的改变当属文字的变革。传教士亚历山大·德罗德创造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越南语拼写法，称作国语字。20世纪初，国语字逐渐取代汉字和字南，成为越南通行文字。越南由此成为东亚文化圈中罕见采用字母文字的国家。试想，古老的汉字经典摇身一变，成为人人都能拼读的新文字，对民族文化将是何等震撼。然而，越南人再次展现出他们灵活的生存智慧，在于接受了拉丁字母。新文字让年轻一代更快捷的识字，社会识字率大大提高，为后来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同时，他们并未抛弃传统，在语言里保留了无数中文介词和固有文化概念，让新的拼音文字承载古老灵魂。这种中西融合的独特经历，使越南在亚洲诸国中显得格外与众不同，既有儒家文化的影子，又享有拼音文字的便利。法国殖民统治下，越南人备受压迫，但民族反抗从未停止。20世纪中叶，越南共产主义者在胡志明领导下，经过长期斗争，终于在1954年的奠边府战役大败法军，震惊世界。随后，北越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南方则在西方支持下成立越南共和国，国土一分为二。这片狭长的国家并未就此迎来和平，反而成为冷战角力的焦点。一场更残酷的战争席卷而来，越南战争爆发了。美国的军靴踏上这片土地，枪炮和沉寂肆虐丛林，全世界都在电视上目睹这场现代史上最血腥的战争之一。然而，越南人再次展现出惊人的坚韧与意志。他们挖掘了绵延数百公里的地道，在地底下生活，并四处转移与敌人战斗。农民放下锄头就能拿起枪杆，妇女们织着军服也能开着高射炮。经历漫长而艰苦的抗争之后，1975年，越南最终统一。这个小国打败了当时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强大的超级大国，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历史奇迹。战争的创伤是沉重的。70年代末的越南满目疮痍，经济几近崩溃，百废待兴。就在许多人以为这个国家将长期陷于贫困泥淖时，命运的剧本再度出人意料的翻转。80年代中期，越南政府痛定思痛，决定效仿邻国中国的成功经验，推行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政策，史称革新开放。自1986年起，越南开始了翻天覆地的转型。原本僵化的计划经济逐步让位市场机制，允许私人经营和外资进入，农民可以自由买卖粮食。一系列改革让越南焕发新生机。90年代，越南终于摆脱多年战乱阴影，经济以惊人速度增长。今天回首，革新开放无疑是越南历史上又一重大转折点。在改革之前，越南人均 GDP 仅100余美元，居民温饱尚且困难。经过近40年发展，到2025年前后，人均 GDP 已接近5000美元，成功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尤其最近几年，越南经济更是高歌猛进，2022年的 GDP 增长率超过 8%， 居亚洲之首。可以说，越南再次上演了谷底翻身的戏码，从昔日的世界战场蜕变为今日的世界工厂之一。如果把越南的历史看作一部戏剧，那它的剧情几度大反转。每当处境最艰难之时，一股韧性与机遇的力量便推动着国家转危为安。1000年前面对帝国统治，越南人奋起反抗，赢得独立。殖民时代饱受压榨，却也吸纳知识，孕育了新的民族意识。惨烈战争几乎毁灭国家，越南人凭血性求存，换来统一与尊严。战后困顿闭塞，最终以改革开放迎来重生。如此几经沉浮，越南这片土地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浴火重生。如果自然没有意志，那么这一切就是民族韧性的奇迹。而如果历史如同一场游戏，仿佛总有一位幕后推手在危急时刻为越南偷偷修改参数，或许正因为历经太多绝处逢生，
今天的越南才散发出格外引人注目的生命力与不服输的性格。今天的越南正站在传统与现代交织的舞台中央，经济高速发展带来都市的繁荣。胡志明市旧称西贡，如今高楼林立，灯红酒绿，年轻的白领族穿梭于咖啡厅和办公大楼之间。河内街头、商场和办公室与古老的城门庙宇仅一墙之隔。然而，传统的生活方式并未因此消失。在乡村，夕阳下依然可以看到农夫带着斗笠赶着水牛回家。市集上，小商小贩直接席地而坐，面前摆满本地新鲜的热带水果和活蹦乱跳的鱼虾，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洋溢着人情味。即使在繁华都市的清晨，你仍会看见长辈们身穿宽松的睡衣和拖鞋，在巷口支起小塑料凳，一边啜饮浓郁的滴漏咖啡，一边闲话家常。现代化的进程并没有抹去越南人悠闲淳朴的一面，他们保留着与大自然共处的生活节奏，也珍惜家人团聚的时光。周末的公园里，年轻人在打羽毛球，中年人在慢跑，老人们则三五成群地打太极或下棋。这一幕幕都让人感受到家庭和社区的紧密联系，还有那种不追逐名利也能寻得的简单快乐。深入城市日常，你会发现越南人的生活处处透着让外国人惊奇的小细节。街头林立的咖啡摊往往令初来乍到的人瞠目。要知道，越南人对咖啡的热爱程度绝不亚于对米饭的热爱。在法国时代，咖啡逐渐融入了越南人的日常，经过本土改良，形成了独特的越式咖啡文化。一杯滴漏咖啡架在玻璃杯上，深棕色液体一滴滴落入杯中，与浓稠炼乳交融，搅拌后变成了一杯香浓甘甜兼具的越南冰咖啡。河内还发明出闻名世界的蛋咖啡，把新鲜鸡蛋黄打成绵密奶泡附在热咖啡上，入口醇厚如同甜品。更令人称奇的是所谓猫屎咖啡。越南是世界第2大咖啡生产国，他们专门饲养麝香猫蛋食咖啡豆，再取其排出的豆子烘焙成精品咖啡，价格不菲。试想，一个昔日以饮茶为主的东方稻米之国，竟摇身一变成为咖啡王国。不仅咖啡豆出口雄踞全球前列，国内还创造出种种花式咖啡喝法。这种文化转变本身就令人赞叹。说到美食，在越南更是处处充满新奇。越南人的主食当然是大米，但他们对食材的运用充满巧思与勇气。著名的越南河粉，汤头清鲜甘甜，一碗热腾腾的汤里盛着滑嫩的米粉，加上牛肉或鸡肉片，配上九层塔等香草和一把芽菜，挤入一点青柠汁，风味独特清爽，难怪成为国民美食。另一道源自法国殖民时期的美食是法式长棍面包，被越南人改造成了平民小吃。酥脆的面包内夹入腌萝卜、黄瓜、香菜和各种肉类酱料，有东西交融的奇妙口感。在街头，你还会发现各种让外国人又爱又怕的暗黑美食，例如毛蛋，也就是孵化到一半的鸭蛋，煮熟来吃。一口咬下去，既有蛋黄的绵密，又夹杂小鸭胚胎的特殊口感。田间常见的田螺，到了越南厨师手里，成了香辣可口的法式辣炒螺肉。更别提那些浸着整条蛇或蜥蜴的玻璃酒坛，让人看了瞠目，却据说大补的蛇酒、蜥蜴酒。越南饮食融合了东南亚的香料和热带食材，也深受中华料理的影响。对于吃，越南人展现出大胆尝新的精神。这不拘一格的美食文化，正是越南文化勇于融合创新的缩影。越南人的服饰和日常习惯同样充满有趣的反差与特色。比如那典雅的传统服装奥黛，是女性穿着修身长衫配阔腿裤的服装，走起路来犹如轻燕掠过，将东方女性的含蓄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奥黛至今仍是越南的骄傲，许多正式场合及学生制服中经常可见。然而在日常生活中，越南人的穿着又极为随性实用。走在街头，你会注意到，不论男女老少，竟有相当多人脚上踩着拖鞋。无论上班赶路、进城购物，还是接送孩子上学，拖鞋都是许多越南人的首选鞋履。这可不是因为懒散，而是出于对气候和生活智慧的适应。越南终年高温多雨，穿拖鞋既凉爽又不怕雨水。
再加上越南橡胶品质上乘，本地生产的橡胶拖鞋虽然外观粗糙，但结实耐磨，难怪成为国民标配。试想西装革履的上班族，脚下一双夹脚拖，或是身着优雅奥黛的姑娘，脚踩朴素凉鞋，这种带点反差萌的景象，每天都在越南街头真实上演。抬头看看机车上的男人们，你或许会会心一笑，因为你会发现，很多人头上戴的竟是清一色绿油油的帽子，活像满街的绿帽哥。在中文俚语里，所谓戴绿帽可不是什么好词儿，但在越南，男人们却乐此不疲地顶着绿色的印制草帽。原来这背后有历史传承，在漫长的抗法抗美战争年代，丛林作战需要伪装设，轻便的绿色钢盔和草帽成了越南军民的标志。和平年代后，绿帽子演变为普通人日常的遮阳帽，而且还隐含爱国象征。据说帽子颜色越深，表示主人资历越深或对国家贡献越大。越南男人戴绿帽不仅没有任何羞辱意味，反而是引以为荣的习惯。在炎炎烈日下，一顶绿帽遮阳避雨，也是劳动者们的好伙伴。在交通方面，越南还有一项世界之最让游人印象深刻，那就是满街飞驰的机车与身手矫健的骑士们。越南人均机车拥有量位居世界前列，近1亿人口拥有约5000万辆机车。上下班高峰时，大街小巷仿佛涌出铺天盖地的钢铁洪流，车与车之间几乎贴肩插腿。但奇妙的是，大家依然以大约30-40公里的时速稳稳前进，极少发生碰撞。红绿灯前挤满成百上千辆机车，看起来随时会失控，绿灯亮起时却又有序地鱼贯而行。初到越南的外国人常常站在路边不敢过马路，但只要掌握诀窍，就是要胆大心细，并保持均匀步伐，直线前行。机车大军自然会如水流般从你身旁分开，一步步走到街对面，你就成了勇敢过关的挑战者。这独特的交通生态体现了越南社会在表面混乱下的内在默契和灵活变通。对越南人而言，机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代表了一种自由与机动性。街头小贩靠它载货摆摊，年轻情侣骑它兜风约会，甚至全家老小都能挤上一辆去游玩。可以说，在机车王国的日常里，每一天都高速而精彩。除了机车，越南街头还常见一种特有的交通工具，是人力三轮车。在河内或胡志明市的观光区，你会看到前面载客，后面有人踩踏的人力三轮车悠闲穿行，被称为嘟嘟车或 cyclo。 然而这种三轮车在中文世界里有个惊悚的绰号，叫做客先使。原因无他，只因乘客座位在车头最前，一旦发生意外碰撞，坐在前面的乘客首当其冲，安全难以保障。如今三轮车主要服务游客观光，一般都是慢悠悠的晃荡，极少出事故。坐上客先使三轮车，迎着温热的风看街景从容飘过，也别有一番风味。惊险只停留在名字里，现实中倒是惬意又安全的体验。越南社会还有许多让人玩味的现象，比如说翻开越南的电话簿或学生名册，你会发现阮这个姓氏出现的频率高得惊人，仿佛全国人都一家亲。事实上，约有40%的越南人姓阮，这在世界各国都极为罕见。这桩奇闻背后也藏着一段历史公案。13世纪时，越南陈朝篡夺李朝皇位，新帝为断绝前朝影响，下令李姓改为阮姓。此后历朝沿袭效仿，到了19世纪，统一全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阮姓，于是阮姓更是遍布天下。就这样，越南人成了名副其实的阮氏王国。虽说大家同姓阮并非真是一家人，但某种程度上也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试想在外国他乡遇到一个同姓阮的人，10之8九会让你倍感亲切，因为很可能对方和你来自同一片祖先的土地。宗教与信仰方面，越南也是个矛盾而奇特的混合体。官方统计显示，大多数越南人自称无宗教信仰，但其实民间信奉的佛教、道教与祖先崇拜早已融为一体，深入生活的点点滴滴。走进越南人家里，几乎都能见到客厅正中高挂着祖先遗照，供奉着香烛鲜花的神龛。逢年过节或祖先忌日，子孙们毕恭毕敬祭拜，烧纸钱、供美食，以表达对先人的敬意。
这一点和中国极为相似。另一方面，由于法国影响，越南是东南亚仅次于菲律宾的天主教信徒最多的国家，约有数百万教徒。城市里主日弥撒时，教堂里座无虚席，圣诞节更成了年轻人狂欢的浪漫节日。更奇特的是，越南本土还孕育出一种融合百家思想的宗教，自成一派的高台教。这个诞生于20世纪的教派，把佛、道、基督、伊斯兰等元素杂糅在一起，甚至将法国作家雨果和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等各路人物奉为圣人。走进西贡近郊的高台教圣殿，你会看到信徒们头戴五颜六色的帽子法袍，各种宗教符号共处一堂，气氛庄严而令人瞠目。高台教的存在再次印证越南文化的包容与奇特，他们能将看似冲突的事物巧妙融合，创造出全新的信仰体系。当前的越南一边守护着传统精神世界，一边积极拥抱现代物质文明。经济腾飞使城市中出现越来越多新富阶层，高档轿车驶上过去只有单车和机车穿行的街道，豪华购物中心里国际名牌争奇斗艳。然而社会发展并非没有隐忧，在炫目霓虹灯背后，越南依然面临贫富差距扩大、官员腐败和环境污染等挑战。在西贡最高档的餐厅里，年轻富豪们优雅地品着红酒，享用牛排的同时，街角也许就有拾荒者在垃圾桶中翻找塑胶瓶，政府高层的贪污偶有曝光，引发民愤。而大城市的空气污染与河川垃圾也时刻提醒人们经济发展的代价。一些阴暗角落，如贩卖人口和毒品犯罪，也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存在。在某些红灯区、低廉酒吧和陪侍行业的灯光下，外国游客的猎奇心理与本地一些人的生计现实交织，构成社会的一面。可以说，越南有淳朴善良的一面，也逃不脱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有人戏称，越南既是美德之地，也是罪恶之邦。这两面其实都是越南真实的一部分。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局势，越南这个曾经的战场小国，如今在国际舞台上也展现出灵活聪明的生存之道。他们在大国之间游走平衡，一方面和意识形态相近的中国保持合作，同时也不忘警惕维护南海主权。另一方面，热情欢迎美国、日本等资本与技术的进入，加强经贸与防务合作。曾几何时，美国舰船驶入岘港港口做友好访问，越南民众居然夹道欢迎。谁能想到昔日的仇敌能在短短几十年后化敌为友？或许对越南人而言，务实的谋求国家利益远比意识形态对立更重要。只要能让人民生活更好，曾经的恩怨可以放下，曾经的伤痕也逐渐愈合。岁月流逝，一代年轻越南人已成长起来，他们对战争的记忆更多来自书本，而非亲身经历。这一代见证的是国家经济的起飞和生活的改善，他们更关心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追上世界。他们学习英语，热爱韩剧，也刷着流行的短视频，同时又自豪地传承自己的美食和节庆。当外界还用旧有印象看待越南时，越南早已在快速蜕变。那么，越南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或许正如我们一路所发现的，它既不是天堂，也非地狱，而是一个充满矛盾活力的独特存在。一方面，它传承了东方文明的底蕴，重情重义，家庭观念深厚，民众勤劳坚韧。另一方面，它又勇于变革开放，拥抱外来文化和经济，展现出惊人的适应力与创造力。这种双重特质让越南在亚洲国家中显得格外奇特。它能同时扮演多种角色，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既是社会主义的，又是市场经济的，既保守内敛，又充满创新精神。我们若细究越南一路走来的历程，不难看到支撑这一切的核心力量，就是越南人民不服输的精神和灵活务实的智慧。他们可以在战争废墟上重新站起，在文化冲击下找到融合之道，在经济竞争中抓住机遇，逆风翻盘。越南被称为亚洲最奇特的国家，当真名副其实。它的小小身躯里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和无限的矛盾统一体，让每一个接近它的人都感到新奇与震撼。当你走过热闹的市集、静谧的古刹、喧嚣的工地和宁静的稻田，你会发现越南的独特魅力无所不在。
正如那传说中的龙与仙之子，越南这个国度似乎天生带有将不可能变为可能的魔力，历经苦难而不屈，饱受磨砺而重生。越南用自身的故事告诉世界，再弱小的国家也能活出自己的精彩，再强大的挑战也终会成为前进的养分。未来这个奇特的国家还将带给我们什么惊喜？也许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那股民族精神长存，越南的故事就远未到落幕之时。我们拭目以待，继续见证这片土地上不断上演的传奇。